九九伸了个懒腰。走吧，咱们再去看看你家殿下，可莫在背后说我这个做师叔的偏心。宇文灵立刻点头答应，模样有些急切，倒也是符合一个忠心护卫该有的反应。只是在九九转身飞向远处时，宇文灵的腿边飞出了一只黑色甲虫，钻入了脚下的灰云中。这般动作太过微小，且是趁着九九用仙石查探其他4名弟子状况的间隙。饶是九九修为高过宇文灵许多，也并未发现这个人的小动作。待着2人飞走之后，那甲虫继续在灰雾中飞驰，紧紧地跟住了李长寿的身影。李长寿抬头看向天空，疾驰中的他略微察觉到了一丝丝不同寻常，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空中注视着自己，但是仔细观察又并没有什么异常。师叔？应该不是，这个目光带着敌意。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，李长寿停下身形，双手迅速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前方灰黑色的地面突然出现了细微波痕，他一步迈入其中，身影迅速沉入土中，转眼就消失不见。5行遁法，土遁。片刻之后，李长寿的身影在50里之外的一处草丛中钻了出来。周遭聚集的毒虫和几只毒兽迅速朝着4面8方逃窜，被人盯梢的感觉果然消失了。李长寿迅速地辨明周遭地形，低头继续奔驰，随手在袖口拿出了2张符箓，贴在了自己的大腿外侧，速度再次暴增一截。神行千里符较为普通的符箓，可以增强使用者疾行的速度，一般只是给刚迈入炼气境的初阶炼气士准备的。李长寿已经断定了，他们一行5人这次肯定会遇到一些预期之外的事件。乱瘴宝林虽然凶险，但这里只是北距泸州外围的外围，只要反虚境的炼气士稍微谨慎一些都可以应付。但是那个半路突然出现的宇文灵，看起来总是很和善的元清，表面十分冷酷，可实际上应该没有什么城府的有情玄雅。公主殿下，俗世王权。李长寿的心底分析出了一条线索，越发的确信这里面必然会发生什么故事。在背后策划之人自以为百算无遗漏，但是让一名世俗王权中的炼气士守将半路出现，而不是去仙门之中直接找内门高人解释状况，阻止有情玄雅外出，这本就有些逻辑不通。算了，这些跟我都没有什么牵扯。李长寿奔跑之中拿出了那张简单的地图看了一眼，目光中流露出了少许无奈。若非已经没什么办法，他也不愿意来这个凶险之地冒险，这完全违背了他在山中狗到老死的人生教条。但是师父，台清在上，百阴不沾，诸邪必异。轻喝一声，李长寿打起精神，继续在满是毒瘴的黑色丛林中疾驰。然而刚过片刻，李长寿又产生了自己正在被人监视的微妙感应，眉头略微一皱，心底也道了一句麻烦。李长寿这次却没有暴露更多的遁术，而是检查自己储物法宝中的几样斗法用的事物。灵石已经开始寻找合适的埋伏地点，他虽然小心谨慎，却非胆小怕事，这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。接下来较长的一段时间，李长寿仅仅是有这种被人盯着的感觉，但并没有遭遇什么埋伏或者偷袭。如此精神紧绷了整整2个日夜，施展了几次土遁之法，被盯梢的感觉依然存在。李长寿推算了一下自己此时的方位，已然已经深入乱瘴宝林了，应该已经离开了九九师叔仙石所能够探查的范围。他一刻都未歇脚，犹自不觉疲倦。此前坚持了许多年的毅力训练，效果也是相当显著。突然间，杀意
李长寿散出去的灵石并没有捕捉到任何的威胁，对方显然是有躲避灵石探查的手段。目光扫了一眼杀意的来源，是左侧那阴暗的丛林。李长寿继续向前疾奔，但他左手手指轻轻地搓动，将一根根如蛛网般的透明丝绳撒在了身侧，右手在另一侧不着痕迹地鼓起了微风。探查利器，重瞳三头蛛蛛丝。不多时，李长寿心底浮现出了一幅有些模糊的画面。一道身穿灰色麻衣、头戴斗笠的身影在林间快速前冲。这个人的身形因为速度太快而略微有些扭曲，身周撑开了一道浅灰色光照。重瞳三头蛛的蛛网所能捕捉到的便只有这些讯息。根据李长寿的观察，此人身法较强，腰间的长刀应该是杀人利器，浑身上下更有着一种凶悍的气息，应该是习惯了刀尖舔血之人。轻轻地吸了一口气，李长寿调运气息，奔驰的速度突然更快了一些。稍息，侧旁拦袭那个人也跟着提速，且稍微调整着前冲的角度，目标确定就是他李长寿无疑。对方的修为初判为反虚6阶7阶，但是对方有可能隐藏了一些修为，二次判定为归道境6阶上下。因对方是用身法追赶自己，而非更有效率的御空飞行，成仙的几率很低。李长寿眉头一皱，自己果然被卷入了奇奇怪怪的事情当中。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置？李长寿的第一反应是施展遁法逃开，但他很快地意识到，自己这2日一直被人盯梢，应该是对方有什么追踪自己的手段。若这一次逃开，对方依然会不依不饶地对他出手，自己将更加危险。前方5里之外的丛林中，有一片长满了毒草却没有树木的空地。李长寿心底轻哼了一声，右手扣住2只小小的纸人，体内气息悄然间汇聚于右手掌心。五行轮转，厚德化生，重浊无阻，屠者在众。前方灰白色地面出现了少许褶皱，李长寿再次施展土遁，但身形没入土中之后，右手便光芒大作。侧旁追赶李长寿之人眉头一皱，这人冷哼一声，感应到大地之中快速穿梭的那道气息，再次跳转方位，速度再增，急速追赶上去。稍顷，李长寿在一片毒草堆中钻了出来，身形一震，将身上有毒性的土壤和几只毒虫震飞，抬手为自己更换了几道避障符，随之便要再次疾驰。正此时，侧旁突然出现剑啸声，一抹寒光比这剑啸还要快上3分，径直斩向了李长寿的脖颈。李长寿豁然转身，但来不及做出任何应对，脖颈便被那细长的法器长刀砍中，头颅向后抛飞。一缕灰烟轻轻扭曲，那头戴斗笠身披灰衣的炼器士在李长寿身后现形，斗笠的前帘飘起，露出的嘴角挂起了冷冷的笑意。果然只是化神境，得来毫不费功夫。你……他话语突然一顿，猛然低头看着自己脚边，被斩了头颅的李长寿竟然抬手抓住了此人的脚踝。这个刺客的反应十分迅速，立刻就要向后急退，但是眼前突然一花，浑身力气就像是被抽空一般，自身法力气息竟然变得无比的懒惰，完全无法运转。此刻，这位刺客看到下方抓住自己脚踝失身的腰带上有一只被打开的小壶，中计了。这人奋力一咬舌尖，想要借此清醒，但是此时却连咬破舌尖的力道都没有，眼前更是昏昏沉沉。这是李长寿自研的迷药软仙散。正此时，一道流光飞到了刺客头顶悬停，
那却是一张镶满了各色灵石、模样有些古怪的纸伞。纸伞只是轻轻一转，其上镶嵌的灵石四散飞射，一座直径15丈的隔绝阵法凭空出现，以宝伞为阵基，将此地与外界瞬间隔断。自研法宝，幻天宝伞。李长寿的身形缓缓从地面钻了出来，右手一扬，3张纸人迎风而长，砰砰2声，尽化作了李长寿的模样，向前急扑过去。道门术法，剪纸成人。纸人还没有冲到刺客身前，李长寿左手已经抬起一把青铜短弩，毫不犹豫地扣下了短弩扳机，一支木箭激射而出，精准地灌入刺客的眉心。斗笠向上抛飞，露出了那张有些狰狞消瘦的面容。短剑齐根没入着刺客额头，让他双目之中的神光迅速消退。这名刺客发出了最后的一声怒吼，依然是绵软无力，而他的嘴刚刚张开，那3道纸人分身已然冲到。纸人一打出了3根长钉，直接刺入刺客的上中下3丹田处，锁其3魂，定其7魄。纸人2双手连连结印，口中喷出了一股浅白色火焰，这火焰将刺客身形完全包裹，刺客的肉身被这白色火焰给点燃了，如雪人遇到了源源不断的沸水，迅速消融，甚至这个家伙都没能发出半点惨叫声。纸人3的口中振振有词，用的是镇魂灭鬼咒法，身前凝出了一道道波痕，将白色焰火中出现的虚影瞬间震散。到此时，这个刺客已经是魂飞魄散，只剩下一小撮残躯被白色的焰火给吞噬了。李长寿犹不放心，扔出了一只拇指大小的宝珠，宝珠轻轻旋转，一点点微弱的浅绿色毫光被他给吸纳，没有给对方留下一丝丝的残魂。提着青铜短弩向前走了几步，李长寿小心地握住宝珠。此时白火已经熄灭，地面上只剩下一小撮焦黑的骨灰，半截剑刃以及一只小小的戒指。3个纸人分身此时齐齐盘坐而下，口中开始快速地诵读经文。一位纸人诵读道门渡人经，一位纸人诵读西方教流传甚广的往生咒，另外一位纸人则诵读道门消灾祈福咒。李长寿随手将那枚玉石戒指射入掌心，并未急着破除其上禁制，只是用法力层层包裹，扔到了自己备用的天字4号储物法器中。随后他盯着宝珠看了几眼，面露了然之色，从3个纸人身旁绕过，开始施展土遁之法。带着纸人快速地诵读完各自经文，地面刚好出现了微小的波痕。李长寿长袖挥舞，刺客留下的那一小撮灰烬随风飘扬。3位纸人纵身跃起，在半空化作3张巴掌大小的纸片，飞回了李长寿的袖口。收伞，一颗颗灵石回返伞面，大阵瞬间消散。李长寿左手并起剑指，一抹剑气涌出，穿透上方的毒雾，精准打在一只黑色甲虫上。那甲虫顿时被炸得粉碎。这一番动作简直是一气呵成，仿佛之前演练过无数遍。李长寿又扭头看了眼已经恢复如常的地面，对着那一张没了脑袋的纸片人轻轻一点，将这纸片直接引燃，再不留半点痕迹。一步迈出，李长寿身形没入地面，消失不见。炼制一个纸人也是颇为费心力的说，不过有这家伙的家底做补偿，总体还算不亏。李长寿在宝珠所收集的残魂中看到了许多记忆片段，也顺势了解了这伙人的目的和全程布局。偷袭自己的刺客名为刺鸠，修为在归道境2阶，是被人用灵石过来专门做脏活的炼器师。之所以来偷袭自己，是为了自己身上的传信符。
想要通过传信符调虎离山，将九九师叔吸引来此地。只要九九师叔赶来他这边，这伙人就会立刻对刘燕儿和王琦出手，再用他们做诱饵，将九九师叔引入一处困阵。而他们真正的目标就是那个什么国的六公主有琴玄雅。但是这伙人并非是为了杀有琴玄雅，这一般的周折布局好像是为了达成某个更龌龊的目的。从这个刺客的记忆碎片中得到的信息判断，背后主使者似乎就是同门师弟袁清，或者是袁清背后的某个俗世势力。果然啊，看人不能只看脸，暖男大半都是假象。但是这些跟他毫无关联，对方如此大费周章的要把九九师叔引入困阵，显然是不敢正面与九九师叔交手，那李长寿也不必担心一位真仙境高人的安危。微风吹过，独杖归来，这一片空地再次恢复宁静，毒草轻轻晃动，除去有一小堆毒草被烧成灰烬之外，再没有半点痕迹留下。任谁都不会想到，片刻之前这里曾经爆发过一场不怎么激烈的生死战。把视线转到东海之滨，一处沙滩上，数百名弟子正在与海水中源源不断冲出来的虾妖展开激烈大战。战场的一角，几名练气境的小弟子躲在一处礁石后，念动咒法，催起法器，驰援着前方冲杀的几名师兄师姐。但他们的目光皆被不远处站着的那道倩影所吸引。只见蓝灵娥的手中握着2只瓷瓶，朝着前方轻轻地洒出一点粉尘，而后小嘴吹出一口灵气，这些粉尘瞬间对着10多只冲来的虾妖卷去。这些本就不怎么聪明的虾妖瞬间变成了软脚虾，一只只瘫倒在地，口吐白沫，双眼乱翻。灵娥提着一把短剑飘然飞出去，一只只挨个补刀，下手十分精准，直接刺破其妖魂，动作却是仙气十足。很快他便转身飘回自己刚才站立的位置，等待着下一波海潮来临，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不少同门弟子的观察对象。